其实我是有在考虑你其实跟邹毅之间，因为我能感觉到我跟你在一起是舒服的，但是邹毅的状态，我觉得跟他聊，我们也很聊得来。对，所以我觉得我是需要偏爱的。如果你选择别人的话，不选择我的话，我宁愿算了。所以说2选1的时候你就选他，你就不用选我了。好吧，我支持你的选择。那你走的时候，我们能抱一个？不行，不行。我决定不录了。你也知道嘛，我喜欢谁也能看得出来，但是我就是刚才聊了一下，就是抱抱什么？太喜欢我。说明我们还会见的。说明他配不上你。祝我幸福吧，宝贝。也祝你幸福，真的。加油加油加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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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你可以理解为人际关系、交际，认识更多的人，包括认识合适的人，就可以试试。追桃花，它最先推动的是一个人际关系，让你认识到更多的人。那有些人他说我很宅，或者我上班我没有时间认识更多人。那你如果没有催他的人际关系永远在保持在那个圈子里的话，那你其实没有认识更多人，你就没有，就是说你桃花或者正桃来的可能性会小了很多。所以推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效的功课，它还是有些人觉得是有意义的。为此，节目组根据你们的信息，也结合你们这些天的表现，为你们提供单独2小时约会的机会。他们是 Sean 和 Crystal， 而 J、Molly 和 Chloe 会进行3人约会。希望你们能珍惜机会，把握住自己的桃花。那我们呢，今天要做一个这种 candle， 那这种呢是可能4层的，那种是3层的，你们可以看你们想要做哪种，然后就选大概就是说适合的吧。对，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把贝壳，所有的贝壳都粘在一起，然后我们再往上的这一层呢，我们就是要用一些石头和一些珠珠，对 marble 啊和一些这个石头，把它给粘下。你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石头，对，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步骤这样子。好，好，那你们开始吧。你来选花。对，然后这个是贝壳，也可以就是用贝壳。好。这是不是要很多颗啊？是的，对，你看它这个用了很多颗，可能还要稳一点。对，我们可以选那个浅色一点的系，浅色系。浅色系。对。那你们有问题就叫我，没问题，我给你们留点 space。OK。怎么粘啊？你在粘什么？粘珍珠啊。我们照这个图，先照这个图吧，因为它上面要贴这种，你就按这样贴，我看看。你看它就是贴在根部的。哦，我懂了，你这样子，你就是往上堆一些。你看，就像它这样子，他们其实都用了很多这样的贝壳堆上去的，你多用点这种贝壳堆上去。哪有贝壳？这里，你多选一点，多选点。选一选。但这几个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漂亮贝壳，你其他的就是把它堆上去就好了。然后我们用这种漂亮贝壳装饰在外面。加油，我相信你。你别相信我，我自己。我觉得你的审美还是不错的啦。
压力山大。你平常做什么手工啊？我会搭那种小房子。真的假的？我发现这是你的口头禅。好奇。你是学什么的？学，不是大学吗？大学学商科的。你学什么？我也是。你学商科？你有美术天分。我看这样子会好看吗？哎，好像也不错哎。对啊，那我们还架什么？要架你要一颗就直接撑住它。我把这个放在上面，你可以帮我扶一下吗？就扶着底下的壳。是不是有一点心灵手巧？就比我好一点吧，就比我好一点吧。哦，一点点吧。我看看你。别看。之前都去了哪里？什么去了哪里？约会没？你不要把我搞得营造成我是一个渣女的样子。他就是，老师他就是，还老不承认。我哪像你一天约2场？时间比较紧凑一点。时间管理大师真的很管理了，很会管理。老师，你应该帮我讲话。他们台湾人都这样。所以你们约会行程是什么？我跟别人都是假约会。啊？我跟别人都是假约会。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做的非常好？很好啊，你看比这个歪歪扭扭的好多了。非常有天赋哈。对啊，超厉害，因为有爱呀。有爱吗？马上爱就要崩塌了。你一会儿就看到他跟别的女生也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别听他瞎说。他也是，他就是隔了一晚想我了吗？老渣了这个人，你让开一小看不见了。你还要把这话说了。所以你也会算吗？你会算？你会算吗？算什么？算那个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玄学综艺啊。我不太会算。你不太会。好，我们肯定要稍微的快一点，在10分钟这样子。没关系，我一会儿拿走做了，你让他们去做就好了。你看他真的是。本来就是啊，我说的哪里有错吧？我一会儿搬去别的教室，把这里给他们腾出来。一会儿我的时间到了，你们就去约会，然后我慢慢修复我们的作品，好吧？好卑微啊！老师，乔安这话说的。好卑微啊！唉。你下一场是什么时候啊？啊？然后不然别说他等下又。没关系。你先别考这一层啦。你不是要考吗？那我待会怎么加装饰啊？因为我等下再加。我生气了，不要逃了，我要把它转交给下一个女嘉宾。他现在生气了，易动怒。这是你最后一段和我相处的时光，有什么想对我说的？没有是吗 ？OK。好，那你们这个 OK 了吗？要连吗？不用，这回对，这个一会儿就我来吧，我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他和别的女人养。你马上就走了，拜拜。你快去跟别人约会吧，快去。老师，他现在嫌弃我。有一点点。
想一下。喝酒。你都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男嘉宾？印象比较深刻的男嘉宾，我觉得每个男嘉宾都挺让我有记忆点的。比如说之前跟我吵架的 Jasper， 还有那个特别搞笑的 Sean， 特别内向弟弟，Jonathan， 然后我觉得还有比较让我惊喜和意外的你。是吗？那节目里面有没有女嘉宾是你比较感兴趣的？感兴趣，因为我毕竟刚来嘛，就还不太熟悉大家的个性，所以就想说我们两个在瑜伽室比较有互动，所以对你蛮有兴趣的，是吧？那你还想对除了我的话，你觉得你还想对哪个女嘉宾想再多了解一些？这个目前暂时没有想到啊。那就只是我了。对啊，对啊。好。你之前约会几次啊？就你一次啊。就一次。一次。就你啊。啊，是吗？没有跟那个其他的男嘉宾。没有。你今天跟茉莉的约会怎么样？我据说挺好。就是我做了一个手作嘛。不然你也应该做一个。就是你俩做了很久，从早上12点做到了晚上6点。是杯子吗？还是什么画吗？做了贝壳蜡烛。贝壳蜡烛要那么久吗？里面那个珠嘛。还挺久的。那你有拿回来吗？还是被他拿走了？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就做了一个。茉莉好像对你的印象挺好的。是吗？我印象是什么？他就是觉得你是所有男嘉宾里面就比较好接触，然后可能比较善于观察，然后就比较能聊得一起去。他说，如果说私下里的话，也可能会愿意去跟你当朋友。真的？那你呢？你对他呢？就是感觉年纪跟我蛮接近的。对啊，他跟你年纪一样的，好像蛮有话题聊的。00年的。对。我看你平常都很安静的，平常不怎么说话。可能这是我的一面吧。是吗？如果接触多了的话，你可能会收回这个话。对，我就是我性格就属于有的时候就会就不太熟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讲太多话，但是当我熟了的话，我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对，就会说一些有的没的了，就对。熟了吗？慢熟。对，我就要慢熟。你平常自己做饭吗？很少。我几乎都是点外卖，或者是买一些熟食什么自己做一下。你呢？平常自己做。那你做饭应该挺好吃的。之后的话，我觉得可以跟你切磋一下，因为说九子离火年要多开炉灶，就可能你要自己在家多做饭一点，可能会对自己比较好一点。因为现在是离火年，我努力真的，我今年努力在家买了一些餐具，买了一些锅，我想逼迫自己多做点饭。但是我好像做的泡面会更多一点，也算吧。泡面也算一道料理。对。
聊一下你的过去，你介意吗？我不介意。你不介意？你之前谈的是在台湾谈的吗？还是有在墨尔本有谈过？在台湾。在台湾谈过。那你来墨尔本大概多久了？我来快1年了。快1年了。那1年之间你没有遇到过？好像没有因为我平常住很远，住很小镇。很小镇。那你工作的地方呢？是在室内？这还蛮远的地方。哦，相当于你都没有说怎么在 city。对，不怎么在 city。那你这社交相当于就很少。挺好的。挺好的吗？挺好的。这样是好吗？很好呀。怎么说？我觉得生活太丰富也不是个好事情。那倒是。对。那你呢？我虽然生活在西体吧，但是我这2年就是很少社交，很少出门，就可能我自己有一些性格上面的原因吧，再加上可能经历一些事情，让我这2年就是把自己几乎就是给封闭起来了。对，所以就是当时有看到这个节目，我报名其实也是想自己给自己推一把，推一下自己，就想让自己不管是能否去牵手，还是作为朋友，想让自己更多一下社交。不然我每天就是给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面，跟自己的狗，要么就是上课，就太局限了。我觉得人还是需要跟外面社会去接触。最好，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管道。对，不然的话，我觉得就算老天给你安排了一些对正缘，你每天给自己封闭在一起，你都没有办法去遇到，都没有机会去遇到。对。那你跟你前女友交往多少年？6个月吧。6个月。半年。就是只有这一个？有，以前还有。都是6个月？10个月吧。10个月？对啊。就没有说超过1年的？1年没有。没有。我觉得不太合适，提早散了也好，要不然感觉就大家就是互相不要说去拖累大家。对呀。其实很多人他们在一起的都是属于只是一个搭伴，也并没有说真的想考虑到未来有就很确定的以后什么的。也都只是一个陪伴。你呢？我就是不想要这样子的呀，我就是想说谈一个之后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我能看到结果，我才会说愿意去迈开这一步。但如果说我看不到结果的话，我也是会马上就像你一样，就及时止损了。及时。没错。对，这样就好了。那我很好奇，他是比较就是就是偏御姐一点，还是偏比较甜妹一点？御姐一点。御姐一点的啊？对。哦，那你觉得我是比较甜妹，还是比较御姐？你肯定是御姐。我御姐，我比较御姐。对啊。哦，但是我为什么感觉我心里面是个甜妹呢？对，外表跟内心肯定不太一样。是的。那你身边就是你觉得你接触下来，你觉得可能你比较想多跟内向的人，还是多跟外向的人接触一点，就比较舒服一点？我感觉我都可以。你都可以？因为我自己蛮外向的。我可以带动内向的人。那你带动我吧。你把其实我是一个可以外向的人。你只是比较慢熟一点。对，我是慢熟。我看出来。对。所以我觉得你特别会观察，你是属于你不说话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在观察，但是你是有动作的，但是
你就慢慢观察，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心里有数。这蛮到点。谢谢。你没有，你是不是喝多了？哎，不好意思，我以为开的，没看，尴尬，真没看到。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当时要 push 他要进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好像说过，这个人并不是那么适合在联动里面，他好像会退啊，好吧？这是他中间是退了，然后又回来了，因为他回来了。好，谁又回来了？就是有一个女生，她之前不是 Chloe， 她退出了，有一期她没有参加。其实我的初心，我选择这个人来参加这个节目。是其实有一点想在这个节目中，或者通过这个节目，通过玄学命理咨询师的介入，能帮他解决他自身的一个问题。但是最后发现他们还是在自己原本的剧本当中，那是不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去改变他们的剧本？我们介入了一下，但是最后还是一样。我还是以理论方式我们来分析这个东西啊。你给对方展示所有的结果，对。没有问题。如果你给他就像我不管说，因为我美化艺术为主，我会给你告诉你每个选择的偏向以及结果，你会选哪个，你最终的结果是哪个，你可以转向哪个。那这些东西是我在无差别的去给到对方的一个选项。你面前是所有的选项，你可能有选项是 OK， 我有更多的选项，我有更多的偏向是看到那个东西我要去过去。但是如果所谓的你说我们要想改变它，就是我已经有我自己，那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你完全改变了他选择的偏向。那相当于你和改八字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跟改命差不了太多了。这样就要承担很大的因果。你在这个时间段改了他的偏向，和给他一个选择让他去做，给他一个有指向性的选择，而不是一个无差异的选择。对，咱们大部分时间给的都是一个，我告诉你所有的选项，你去做选择。我们很少再去做那种改剧本，对吧？对，我们其实没有改剧本的，就是没有改剧本。我感觉就是，不要改。我跟你们不太一样。你说，我觉得我跟你会想的是一样。那好，你们分享。改变就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当我们想要去改变别人的时候，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傲慢的体现，就觉得我比你强，所以我可以去改变你。所以首先我们发心一定不是说我为了改变你而改变你，就是我们做事情都是为了，就你来找我你是我缘分，我一定是帮你好的。第二个，我觉得改命改因果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个的本质，不然你做这个干嘛？别人过来找一个心理安慰，然后你给他，那你其实没有改变。也不是说改变啊，就是你没有帮到别人，那你怎么改变别人？怎么帮别人提升？那没有什么任何意义。而且能不能改变是真能改变。就做我们这一行，天天看到就是帮助别人的这个命运改变，越来越好啊。当改差的就不说了，改差的当然是水平比较低的。但是当你给他一个正向引导，或是你给他一个更多是陪伴了，陪伴的时候他是可以慢慢的变好的。然后你也会为了他这个变好，这种能量的互传，你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对，这是一个。而且我觉得改变就是你能帮他提升，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我们去看命理，这个只是看，只是问诊，但是它相当于你去医院，你不是说为了我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不是的。更重要是后面对于你的这个病因，我们怎么去对症下药，怎么去解决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他在他的累劫因果中，他对于感情就是恋爱脑，然后他之前因为感情，然后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很多责任，然后甚至因为感情，然后害自己的家人全部都被屠灭，那这个背在他身上因果就很大。那你要怎么去帮他处理这个事情呢？如果你不帮他处理的话，他累劫轮回，他是还在一直会因为恋爱脑出事，然后他这个因果会越来越重，他每次遇到的人都会因为感情方面去伤害他，甚至他的家人也会越来越，当他福报没的时候，他的家人也会因为各种事情，然后因为感情或者是就是家运不好等等的，这是一套因果。你不帮他的话，他在轮回中他只能越来越往下走。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世都有这些因缘，对这些能力或是能够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当我们能知道这些事情，能有能力去做一点点微小的帮助的时候，一定是会去做的，就是很自然而然去做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你可能这一世缘分到了，那你就
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当你帮了他之后，你能够看得到，比如说，帮他还债，他以前的那些债主他不会无缘无故消失，但是你可以去跟他谈。对，是的，并不一定所有人都能谈。对，所有鬼都能谈。对，有些谈不了，有些人就是我就要谈命，就是我不收，对吧？你给他还债，我不收。那这种怎么办呢？比如说他有生命危险，那你给他一个，比如说一个符、一个法器，保护着他，罩着他，然后同时你那只是在治疗他已经犯的病，但是他轮回中，他真正的因果是他对于感情是有种贪恋、一种执着的。对，你要从这个根上去解决它。这个不是说我们用什么法力啊，或者法器啊，什么东西，然后一下飘它就解决了。你得很长期的陪伴。他遇到了一些错的事情，你要告诉他，你不能这么做，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他是遇到一些做的好事情，那就鼓励他。这是一个很长期，这是非常长期，而且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有一段时间他好了，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你的原因，你管用了。对，但是他又回到那条路上，你是明显的看到他是在起伏的，他不是好了以后就一直在走向正确的道路。这个说得非常好，真的是这样。我们人或是不管我们以哪个生命体存在，就是为善为恶，逐境而生。怎么样环境，我们可能就会做什么事情。是，就比如说，就是还拿感情举例子，他原先可能都是不对的人 ，OK， 在你的可能帮助下，他知道的正缘，或者他对了一下 ，OK， 但是 OK 还是分手了，然后他也没有怀疑你，但是他之后肯定还会遇到新的人，那错误的人又出现在他生命中，他的感情的模式或者他的思维方式，他又变成他原来那条老路子上的。对，你甚至告诉他那个是错的，然后你上次选对了一次，然后还是奔着，但是那个选对的人最后也没有结果。这种情况下，他很容易又转到原先那条道路上。这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有些人你帮到他，而且你看到了结果。这种他没有让我成长，我感觉就是我只是觉得，要不就是我的术数的能力有了提升，我确实帮到了这个人，我看的东西比较准了，但是反而是那种反复型的选手让我的能力有了提升，因为我就得复盘，我就说是我错了吗？还是说对，就是你会反复的想是我错了，还是这个东西是你的剧本？我比较倾向这个东西还是把它拉远一点，我喜欢就是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就是像你讲的那种情况，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讨论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项哈，它其实是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就我们从潜意识来讲，或者说更直观的心理法则，就是我们没有改变他选择的偏向，就是说他也许我们如果是从今世我们现在的你我他的身份来讲的话，他的潜意识希望有人来帮他，但他无法自助，所以说他的潜意识把你吸引来。在这个时间点去跟他说这样的话，对，我们只是一个载体，因为我们是使用工具的人。第二个点呢，就是说，作为使用工具的我们修的是什么？别人的因果与我无关。我说了做了，我是参与了吗？我没有参与他的人生，我只参与了这个事件，所以他做与否、对与错、认和不认，那是他的事情。我要放下这个执念，我不用去他今天来找我了，我有空有缘分可以见他。他今天不听我了，没关系，放手去吧，因为这是他的人生。那么再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讲人生剧本，或者说我们有所谓的这个高我啊，或者是其他维度等等等等，他也许给自己选的这条路就是这个样子。对，这个也是很早前我们聊的，不是说。所谓的这个，我可能是要 challenge 一些什么因果啊，或者是说我不是说不承认前世因果，或者是业力、家族等等，他都有，对，而是说这个人的身份，他就继承了他的家族业力。那么作为这个灵魂，他选择了这个剧本所带有的业力，而不是说这个灵魂他拥有业力。所以在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多维度去看这件事情，而且从从业者来讲，我接受一切，我无论看得准与否，有的时候我故意说错，因为我不能告诉他，因为我会左右他，但我只能作为一个载体，给他一些信息，引导他向一个相对来讲正向的道路上走。但是无论他将来怎么样，他只要回来，这只手伸出来，我可以再握住他，他把手抽回去，我也会把手抽回去。
你想的就是很符合我和他私下里好久前的一个交谈，但不是现在啊，就是当时是我问他一些事情，然后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个剧本是你自己选的，我说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剧本呢？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一样的话？我不一样的场合，好吧，但是就是我就在想说，我自己我在选剧本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选一个舒服点的剧本，或者说是一个就是好一点的，对吧？但是他就说不是，我们两个应该说的一样的话，对，就是你的 attitude 就是奔着那儿去的，就是我就要体验这个人想什么，但是对你就是那么做的。可能我选剧本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剧本我没玩过，那我就玩，但哪怕很难受。或者你第一次没玩好，你再玩啊，对，我还玩一次，我就试试。但其实你想啊，就是很多没有玄学灵感的人，他们其实有很多内耗的点。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解决了很多人的内耗，因为这就是你选的，那你就面对，对吧？你就玩吧，就是这是一个游戏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但是很难践行在你人生中的每一天，因为它感觉是很真实的。对，它感觉太真实了。对，但是呢，是一场梦。哪怕我知道，我甚至都不能在人生中每件事情上我去用这个心态，因为你还是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的困扰吧。但是对我来说是困扰，但对其他人可能会更大一点，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有一些心理上、精神上的问题。但对我来说，我可能没有到那么严重，我只是说，我困扰了，我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这个东西确实能够帮助这些人，我觉得比任何心灵鸡汤都有用。因为但是你这种话，你必须是跟一个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积累的人才能聊得透。要你跟一个没有学过这套系统啊，不管是因果还是业力，可能你这么说也没有意义。或者我就是应该放下这个想法，我在帮别人。我就是一个透明的载体，有信息我就给你，你接受与否跟我无关，我享受与否也跟你无关。其实到最后，我们提供这些服务也都是为了修我们自己。对，其实就是看见我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我们帮了很多人，其实得到最大帮助是我们自己。对，其实就是那句话：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其实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的。像你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就是像病人去看医生嘛。那你有些药是吃个1-2个礼拜，对。那有些呢你就得终身服药，或者是断断续续，好了又不行了。重点是什么？这个人拿到药之后愿不愿意吃？是，然后他吃药会好的是什么？是他自己免疫系统缓过来了。对，最后重点还是在他身上。对，还是你给他压制住了，这是对，是。那跟你配药的人也有点，你给他的药是一个压制型的药，还是一个缓解型的药？他的维度就只在这儿，医生他学的都是病字块对。那只有说是意识更加可能全面的人，他会去说，我要不去找个营养师，我要不要找个 naturopath， 要不要找个精神治疗师？对，因为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理念的碰撞嘛，一个是系统，一个是分开器官来治疗。是的，今天的夜景很好看。对，就又有水又有城市，这也是我喜欢悉尼的原因之一吧。但是今天有点冷啊。那你穿的有点少啊。也没人把衣服给我穿呀。那我给你穿。没事，不用了。哎，哇！你看这儿。啊，桥亮了，你看。你看桥亮了。很好看。还蛮好看，七彩的。我觉得这会应该有一啤酒，是吧？你不冷吗？这么冷天喝啤酒？喝酒会热的吧？对吧？对。你今天跟我约会开心吗？开心啊，非常开心。就是心里面就是会更期待这一次约会。我也很开心。其实这是咱俩第一次独处嘛，和第一次那个离开小屋单独约会。对。你知道我第一次是怎么注意到你的吗？怎么注意到的？我是听你的声音。就是你还记得我们来小屋的第一天，由于节目规则的原因，我们男生和女生都是背对的。然后我在女生群里面，我就听到有一个男生说：“我是国内来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男生是谁，很想认识他。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你。然后第二次是
我有一个礼物想先给你，就是你还记得这个吗？我记得。对，这个就是咱俩谢谢。第2次合作有交集吧？就我们在书法课上，选了这个书签，然后咱俩选的是一对。对。你们俩可以交换一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宋代的大词人苏轼写给他的弟弟苏辙。我想一对书签它其实应该在一起的，所以想先交给你保管。但愿人长久。那我。对，我的是千里共婵娟。那我需要保管多久？看你。然后我们第3次是塔罗牌活动。我记得我们俩是互送了。对。然后你送我那个塔罗牌，我记忆特别深刻。我这个图片是有4个人，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就这4个人就代表我们第1期见到的4位男嘉宾嘛。然后这个就是在后面默默观察的我，然后我想送给上，因为他比较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见到他第1眼，我觉得特别似曾相识，而且就是很奇怪，我们第1期的时候其实没有分到我们俩1对1，就我跟其他男生都1对1过，所以我就这次想把这个送给他。那我也送你一张，就是我这一张是花和树。对，我是本来就想送给你的，对。我觉得这俩特别搭，所以当我看到你送我的塔罗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终于等到了我命运馈赠给我的礼物，所以我那一刻就更加坚定了我自己的心。我还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就是我们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们更去注重我们相处的过程，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们不用太在意结果，主要是过程。我们把过程过好了，结果一定会好。你都准备过了是吗？我觉得跟我这一张牌还挺像的。我知道咱俩其实都是属于，面对开始一段新感情都非常的慎重，都非常慎重和认真的。对。所以我想尊重你选择的权利，因为我们在小屋里面相处的时间太有限了，而且我们都是在群体里面活动。对。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在之后私下有更多了解彼此的机会。我觉得一定是有机会的，只要我们想去了解，是一定能见到，一定能找到对方。对，我希望我们的小屋不是一个结束，5月份只是我们故事的开始。我更希望没有结束，对吧？但是，我下个月要回国。我下个月要回国。对，下个月6号就要回国。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对，所以我得回。那你回去，我就不想待在小屋了。那我们一起回国吧。也可以。那我们机场见吧。我们机场见。那我能有一个小邀请？有一个可以吗？请讲。对，我可以抱你一下。对，我可以抱你一下。可以。我非常 surprise， 就是我们
促成了一对 CP， 然后是 Sean 和 Crystal。但是当时我们面试或者看他们八字命盘的时候，其实从命盘的角度，似乎这个两人不太有感情线，可是他们最终在节目中在一起了。那我就很好奇嘛，是不是我们看错了，还是说命盘中是有线索的，我们忽略了，还是说这是一个随机的结果？所以你们在最开始筛的时候只筛了命盘是吗？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把命盘不管是从八字排盘还是从紫微排盘的角度来看了一下，我们没有起卦，对，我们是看的本命盘，当然我们也看了流年大运哈。是不是就是确实有我 miss 掉的信息是吗？对，你一定是 miss 掉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是这样，八字排盘当中，我们不管说原始的信息是什么样子，你们现在看的那个感情线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语言，但是原始的感情线的意义也是根据姻缘来的，所以这个情况下你看到的那个东西应该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你现在、没有看到，你现在毕竟是个恋综，对，没有奔着，对，是的。这俩人是谈了吗？在节目中牵手成功了，我们非常对行。那所以好，那所以你们应该不会看到这方向的信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是一个 misleading 的状态，它完全是在。我跟你持相反的意见，我是觉得其实你想，如果是说术数的话，从古代来看的话，从父权社会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都是看这个男女婚配如何，主要是这个女的听不听话，对吧？那她是否能持家？丈夫如果要娶妾的话，她会不会善妒，会不会阻挠，可不可以生孩子？会不会替丈夫就是打理财产？所以说我觉得过渡到现代的话，更加就是说从不仅仅是婚恋，而是从感情的角度来讲，我更加偏向于理解为，其实你喜欢的大多数永远都可能是跟这一卦非常相似的，并不一定说，你说如果要是真要看结婚呢，咱们还是要看大运、看流年，然后两方面的就是说，无论是飞星还是四化，它是不是 match， 它是不是合，所以我是持这个看法。那我们就再来大胆预测一下，他们能在一起多久呢？因为如果是你问我的话，我不觉得他俩是个正婚，但是我不确定你们的观点啊，就是你们能不能也来看一下，从这个角度，他们会分手吗？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刚刚聊到流年嘛，我后来又仔细去看了他们今年的流年，就这两个也包含其他的嘉宾，就是他们在今年的流年当中的子女宫的能量都非常的强。那我们知道子女宫就是代表有桃花嘛，所以他们容易牵手成功，代表说他们可能今年的桃花运真的比较好。那刚好就是我相信你也是在节目当中花了很多心力去让他们有机会培养感情。对，那其实这两个人的八字是合的。对，他们是互补型的。对，在他们身上是合的，所以也不算太离谱的一个，对，不算太意外是吗？还在合理范围当中。是吗？可是一开始确实没有想过是他们两个之间。Anyway， 我们既然说他们既然互选了，那他俩面临的是异地的问题，对吧？那异地算是一个现实因素吧，但是它一定会造成恋爱的困难。那我们来从玄学的角度，我们能化解吗？或者是从命盘的角度，是不是有些人他适合异地恋呢？然后有些人是不合适的。那异地恋对一些人来说，到底是个危机，还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恋爱方式呢？你还是想想你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是起了一卦的。当时起卦，咱俩问的是这里头有没有人能成是什么样的？对，我们没有具体说哪个人，但是我们的卦象是有人能成。然后卦象你记得吗？泽火革，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不太确认这个男性，我和男性接触的时间相对较短啊。那个男性是混沌的状态吗？对，是。他如果是泽火革的话，混沌的状态的，异地恋搞事情的概率不低呀，不低哟。而且你看整体的话，如果是泽火的话，女性的热情，包括她的状态会更加的优势一些，然后她会有更强的，就是她会更加主动一些，或者说她会引导性会更强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什么很好的 no comments 是吧 ？No comments，no comments 可以。我刚刚说的就是桃花跟正缘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们在桃花运很好的时候遇到了恋爱对象，也许修不成正缘，
对的概率是有的。是，但是你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人适合谈异地恋，就不谈他们俩，他们俩可能长远来看的确不一定是正缘。但是我其实看女生她的那个夫妻宫，她的格局是适合谈异地恋的，因为有些星星在夫妻宫的时候，就是代表说这个人他可能性格比较固执刚烈，同时他的配偶也会是一样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像国内有一种状态叫军嫂，就会很适合，就分开，一直长期没有再在一起生活，对，但可能就您刚刚聊到这个卦象就不适合这个状况，对，因为它是双向的嘛，对，也是看人，对，因为毕竟如果是那种你说那种情况，双向都很就是适合 royalty 的那个状态，都很忠诚的，那还好，但是这个这。他出了个则，你让我信吗？我不信，我不信。是有人是适合异地恋的，对，有人适合，我们同意这个点。我觉得就是异地恋的格局，他一定会遇到另一半也是异地恋。对，这两个我倒不像刚才大家说那么悲观。这个男性他还是有挺好的一方面的，就是这个女生也不能直接说他是那种比较单线条。就是他想到什么，他就直接得出那个结果，他不会绕弯弯。而男性，这个男生他刚好是那一种比较白的，就是他某一种方面他是很坦诚的。我倒不觉得他是说会欺骗会隐瞒，但可能他的坦诚不一定是这个女生能够接受的这种。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在一起走下去的可能，只不过双方是真的需要在心理上都更加成长，就可能不能像原先那种太想着自己、太想着自我，然后多多去体谅对方。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喝酒，我们最后一天一起在这个小屋可以聚餐，最后一期了，见不到了以后。那一会儿大家有想找什么人进小黑屋吗？这个能说的吗？周乙，你在干嘛？看风景。聊聊去吗？可以啊。我记得你之前说谈恋爱会去，给别人评分或去考验别人。那我现在到多少了？70、80吧。70、80啊？哦，那不低啊。还可以。那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你还愿不愿意跟我认识？我觉得，我感觉原来挺有趣的，挺不错的呀。我吗？想多了解一下。但是我其实就是来这个节目之后有喜欢的人。能透露是谁吗？我明天会给他表白的。大概理解。是在哪一个春天里的那个？这样子哦，好，对，好啊，让他盖上这样子才能。天才！那你每天要花在发型上面有多少个小时？没有，不用花，不用花，比较很多。